终于要开始做 PGU 了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玩上或者看过各式各样的改色。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拼 PG 级别的高达，所以这一个系列呢会认真慢慢的做。这一支 PGU 是女朋友送的，她想我做一做黑色的风格，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来尝试一下。纯黑的机体必然会有一点素的，所以同色系里面要做到不单调，必须要在材质上面做出一点对比。这一期我先来做头部，我先把头部要用到的板件取出来了。监视器的透明件有很明显的分膜线，如果不处理一下的话，整体的观感跟完成度都会大打折扣。我是从800目慢慢往上打磨到2000目，并且用抛光膏从粗到细目抛光，直到清晰透明就好了。可是这么重要的透明件，为什么中间会有一条这么大的分膜线呢？这个是让我无法理解的一个问题。万代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天线的表面稍微磨平整一些，可能是由于模具磨损的问题啊。我这一只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飞边的。监视器内部的零件有巨大的水口，这个部分也要打磨平整。头部的火神炮盖子需要做分色，用刻线针跟0.15的刻线刀稍微的做一下落差刻线就好了。因为 PGU 的塑料比较厚比较大，所以缩胶还是会有很多的。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想要达到最好的效果，必须要打磨平整。在灯光下观察一下有没有明显的凹陷，没有了才算可以。头部的监视器也是很明显的。同样的操作后，加深一下两侧的凹槽，就可以准备喷涂了。目前我是暂定了这些颜色，是用千秋的1号、3号黑和疆域的80%灰作为组合。内构部分呢，用暗钢、云铁跟密银，看情况来做一下内构的分色。眼睛这一块则是跟监视器改成一样的颜色。后脑勺的镂空部分要做一点质感对比，这里我用的是暗金的马克笔涂了一下，效果还不错哦。水贴我最终选择了灰色水贴和一些轻微的红色，点缀突出一下重点的位置。编好水贴之后，还是要给浅色的分色部分稍微渗一下线的。涂装的过程我没有录，但是其实因为气温不好，我翻车了很多次，我都是全部洗过了之后再重来的。内侧有过遮盖的部分也稍微渗一下线。可以看到透红的眼睛啊，还是很凶的。虽然是黑色，但是得益于金属跟红色一点点的点缀呢，半光还有抛光的质感对比，完全组好之后，整体外观呢也不会有很俗气的感觉。虽然看起来零件数不少，但由于体积比较大，组起来还是很便利的。我这里是用2刀流夹组一下，水口会保留一点，后续进行打磨，这样可以保证绝大部分情况都不会缺肉，是一个很稳妥的做法。骨架拼好之后，我感觉已经很丰富了，本身也有深浅和金属的分色，那这部分按照原色的感觉还原即可，毕竟盖上外甲也看不见了。外甲本身有一点点深浅的分色，但是这种超大块的轻微分色我感觉意义不大，分色我选择会用来增加细节，区分结构，突出重点。那后续胸跟腰分别用2种黑就可以了，大块的分色就不做了，做一些细节分色就足够了。侧面我需要一个金属质感的视觉中心，那在这2个零件当中选一个来做吧。主要的想法也挺简单的，就是想不经意间露出一点好看的，就像在背心的袖口、领口不经意间看见猛男的胸肌、锁骨是一个道理的。太刻意的话反而会被当成暴露狂，会露出的部分需要打磨干净和磨线跟水口。和磨线跟水口是非常影响观感的，偷懒的话完成度就会大大下降。大块的塑料一定会有缩胶现象，万代也不例外。这部分需要注意一下就好。胸腰中间有一个金属色的点缀，绿色贴纸我不太想用，但是一个凹坑也不太好，我就把它填了吧。用遮盖带找好型，
切2块一样的 0.5 毫米胶板，大小刚刚好啊，用胶填满并且粘上胶板。打磨平整之后就先这样吧，现在不太好观察，上完灰之后再来增加细节。胸甲会透出2颗圆点，增加一条斜刻线，模拟一下螺丝孔。腰下半部分外甲有一个像铁窗一样的镂孔，这个设计语言好像跟其他部分有点不同了，起码我认为不太好看，感觉像是有谁在里面坐牢一样。我干脆直接把它切空，还能更好的露出内部骨架。把竖条切掉，用笔刀切的时候注意不要切坏外框的造型，这个切坏了的话会比较难补救。最后用薄的打磨板打磨平整，虽然镂空会有一点大，但起码比原来的好一些。水纹也不能忽略啊，全部都要打磨一遍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上一遍补土检查。这个时候加深一下落差刻线，就能更好的观察有没有刻歪了。需要分色的地方我都要做好刻线。用倒角钻头丰富一下胸甲圆孔的结构，也能增加一些完成度，适可而止的轻轻刮走一些就好了。腰间露出的金属部分，我会增加一个梯形的凹槽。预遮盖有好的部分它都不给，可能是因为觉得会被遮住，所以就懒得做了。没办法，只能自己来咯。后背的零件的预遮盖居然还切歪了一个角，也要自己补上。内部有一个连接件。我以为会在拉伸腰部的时候会被看见，所以呢也做了遮盖，但其实并不会被看到的。我额外买了一套爆甲蚀刻片，但是我还要合上，所以这个支撑杆我就不要了。胸的蚀刻片原本的设计还是挺复杂的，但是我为了保证跟其他设计元素接近，我就拔掉了大部分，舍弃掉很多多余的细节。金属色的部分都先打了黑底再喷，我喷的是俊士超级不锈钢，但其实和原来的颜色差别不大，比原色稍微暗一点点。胸部排气口的部分会有一点橘皮，毕竟要做亮黑嘛，我还是打磨一下吧。这里用海绵砂纸的背面沾上打磨膏去打磨，也还是挺好用的。领口喷的不太好啊，需要全部磨掉重喷，后续再补一个抛光就好了。深灰跟浅灰的零件都要渗一个线，底图稍微再补一补细节，贴好蚀刻片就可以准备上水贴了。这次我多增加了一版灰色的通用水贴，不过还是要对比着来看哪些比较适配，毕竟我这里要限制红色的水贴数量跟位置。考虑了很久之后就开始贴了。这里提一点，在会露出的内沟部分增加一些水贴，这种做法会增加不少完成度，算是一种比较讨巧的做法吧。胸前本来有一个小水贴，但是我给拔掉了。我个人感觉不需要再增加就已经很丰富了。另一侧只贴红色，跟右边组成胸部正面的视觉重心。喷了半光之后就可以开始组装了。毕竟喷涂过，组合肯定是会有些紧的，实在摁不进去就要给装位打磨一下，也可以用手钻稍微扩一下孔，内外的孔都扩一下。扩好孔之后安装就很轻松。内沟部分组好了，看起来好像和原来区别不是很大。腰部有一个蚀刻片的位置，本来也挺好看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不贴了。外甲也顺利喷好了，一个个装上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水贴可能会有一点瑕疵。喷涂完装这个外甲是真的紧啊，我可能不会再去拆它了。把头部装上，终于可以不再是无头骑士了。看上去还是挺和谐的，检查一下没有什么要重做的，就这样吧。打开胸甲，里面的蚀刻片能看出来有一点质感对比，侧面的外拉关节也是充当同样的作用。核心战机的机头用的是亮黑加红色水贴，打开驾驶舱一眼就能够抓住眼球了。胸部的3个红点点缀也是蛮可以的，并没有显得很碎。螺丝钉这个刻线也可以让这个圆孔没有那么单调。排气口跟镂空部分可以形成一个对比，就能让这3块金属色不会太雷同。
侧面的内构能和外甲区分开来，并且有一块整体的金属色，充当视觉中心。背面的话，因为会有背包，所以减少一点复杂程度，给背包让位。最后说一下脖子、腰组成的三角形色块，其实和胸部的倒三角是相辅相成的，既有相交也有区分，可以避免一片死黑的情况，且颜色分布也是非常的合理。黑武士 PGU 的胯部做好了，喷涂的话，水纹为什么要打磨呢？这里我用签子戳一下大水纹的位置，你会发现水纹其实并不是平的，它是一个落差，尤其是金属成型色，喷完补土会发现水纹跟刻线一样是有凹陷的，所以打磨就是为了保持表面的平整。我这一支 PGU 的零件除了水纹还很脏，反正我是尽量全件都打磨了。胯部内构很素，没有什么分色，但是有一个不错的联动，能够看到部分内构细节。这里我把需要做金属分色的内构部分标注一下，保证喷涂完是能够看清的。检索完毕，看一下没有什么需要改的。我唯独不喜欢裙甲上面的这个圆孔，和中间的两个镂空并排会有点多了，需要填掉。本身我有打算增加刻线，模拟一下 MG 3.0 元祖的款式，但是本身 PGU 设计的一个斜面分件用于报甲的，再加横线的话，在平面构成上面来说，我觉得是不好看的，所以我放弃了。零件全都是塑胶啊，惯例把表面打磨平整。黄色的部分需要做抛光效果，所以最起码要打磨到2000目。上半光的零件打磨到1000目就差不多了。裙甲这里我把圆柱剪掉，填在外甲里，用胶水填满，干透后打磨平整。胶水可能会有收缩，这里我比较推荐用 UV 胶，干的速度也会快很多。零件都修完了，上个补土看看。粘补后的效果干净多了，上水贴也不会乱了。还好有预遮盖啊，真是救大命了。当然预遮盖也要把边边按紧实，保证不溢色嘛。胯部底下有个框框，给它做成金属色把，还是要有点东西可以看的。喷涂完之后看一下，我的80%灰不够用了，所以颜色有一点不均匀。毕竟最后也会被盖住，没有所谓啦。水贴还是老三样，红色的点缀分布在啾啾盖子跟两侧的裙甲上，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排列。内侧也增加一些水贴，提高完成度。我仔细考虑之后，还是不打算用大块的水贴了，改成用小水贴，和机体对比，凸显体系感。上完一遍保护漆就可以准备组装起来咯。喷完漆之后实在是有点紧啊，还是要用点力气的。反正我是不想再拆开来展示内构了。侧裙甲有一定的展开效果，但好像合上会更好看哦。又到了蚀刻片环节，这次的蚀刻片倒还算简单，用签子沾沾胶水随便贴贴也不错。裆部蚀刻片更是一概遮百丑啊，唯独有一点不好，就是裆部展开的这个打板，现在是不能够合紧了。镂空部分的蚀刻片比原套件的好看太多了。最后摁紧，裙甲完成。360度旋转，看看效果，还行吧。连接本体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，我的手指掉皮很夸张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有一个手指的炎症，让人医生开了药膏，现在已经快好了。如果大家有一样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，可不要以为只有拼答辩才会导致掉皮，其实洗衣液啊、去污剂啊什么的，一样都会有同样的影响的。上半档忙起来真是没有办法呀。这一次腿部的零件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，先把骨架跟外甲零件都剪下来分开装，一体成型骨架先放一边。骨架原来的颜色还行，就是小腿肚内部分色差了点意思。联动结构容易暴露出缩胶飞边的问题，所以很多零件都需要打磨一下。液压管我还是准备做黑色的，稍微低调一点吧。这里居然还有隐藏水口，也是难得良心一回了。一体成型骨架有巨大的合模件，掏出刮刀或者笔刀先刮平，推刀也可以，再然后整体磨平整就好了。有一些弧面的水口会外露的比较明显，也要磨一下。
还有一些很凶残的核膜线部分也需要处理好。关节的电镀件我不太喜欢，太高调了，而且缩胶也是比较明显，把它打磨平整，C 面也磨锐利一些。给需要做分色的地方轻微做一个刻线加深，保证做遮盖分色后渗线顺利。给需要金属分色的地方先做好遮盖。一体成型关节的圈，我本来打算手涂金属色的，但是太厚了，屈膝很容易刮掉，还是选择遮盖喷涂保险一点。因为打磨掉了一部分，屈膝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影响了。脚踝处有一个外露的小零件，轻微做一下点缀。液压管这里我灵光一现想要做一点碳纤维的纹理，也不管合不合理啦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用一个锈绷紧丝袜或者冰丝材质的一个面料，压紧零件喷，碳纤的纹路就出来了。骨架部分只有小腿肚的部分做了一些分色，其他地方都是简单的平喷。外甲其实就是处理一下外露水口，分色部分也是做一点刻线。外甲内侧有的地方给了预遮盖，那就顺手做一个分色吧。关节的圆形里面做一圈银色，有一点像汽车轮毂的银边，也是增加了一点小细节，可以让这部分更丰富。分好啦，撕遮盖先撕掉灰色分色的部分，金属色能留则留，避免被半光影响到。关节的盖子我打算保留亮黑脚的零件我是准备做亮光的，喷涂的效果不太够亮，所以我打算先抛光一轮，贴好水贴再喷一次光油。都处理好了之后，就到了水贴的时间。这一次给大家看清楚，用的是 EVO 的 Monster 系列通用水贴。液压管这里我给到一点点红色点缀，屈膝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见了。小腿肚这里本来有刻线跟落差，所以我的想法是不加太多水贴，把整体的视觉往小腿后面拉，给膝盖的部分一点留白。小腿背面原想法是不想加红色，但是后来还是加了，确实会亮眼不少。把其他水贴上好之后喷了半光，这下就可以把金属部分的遮盖带撕下来了。脚部偷懒了，没有处理缩胶，瑕疵还是很明显的。现在组合起来，加上一小片蚀刻片丰富细节，剩余的部分按说明书把骨架组好。稍微施加一点魔法，外甲也组装好了。PGU 的腿部联动还是蛮有看头的，这里可以看见液压管的点缀，莫名的有一点性感。装上双腿，这回是终于能站起来了。拖太久才做好，上半身已经全是灰尘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细节，补偿的部分主要都集中在了脚部，有各种材质的组合嵌套，膝盖后方则是更多利用金属色来吸引眼球。脚底喷口的透明件我是改成了灰色，透明红确实有点怪怪的。膝盖展开的部分不用金色其实也还行，一体感会强一点。这一次绝大部分的蚀刻片我都没有装，我担心装了之后没有办法合拢，有机会的话留给下一支 PGU 吧。接着给大家进行一些简单的细节展示。其实这一次做腿部实在是没有好好的花心思做工作非常繁忙，每天都很累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赚点马内嘛。希望大家生活开心。黑武士风格 PGU 的主体总算是完成了。这一次来改造手臂，主要是改造了小臂和肩胛的部分。因为有一体式骨架，手臂外甲的零件其实不算很多，
但是我搞了一个打印全可动手结果来了一次自我折磨。一开始常规操作，扩孔加注，打磨好外露的核膜线、缩胶和水口，顺便买了瑞家最厚的一个海绵砂纸试一试，还是不错的，打磨出来的感觉还是蛮锐利的。手腕处要打磨水口的话，也顺便把4个凸起都磨掉，接着用刻线针定好位置，用手钻钻出圆孔细节，有的零件有划痕也一起打磨干净。手臂外甲这里有一个斜切的设计，我个人不太喜欢，肩膀上一个正面有4个孔，我也觉得不怎么好看。包括上方的弧形结构不是板正的7/8该有的一个设计我感觉，所以我选择切掉重做。我用台前固定好零件，把凸起锯掉，剩余的毛刺跟细节部分全部都打磨干净。这里的胶板一开始没有考虑好造型，我就开始粘了，属于是有点心急了。趁着滤盖去干透的时间，我们这里把内侧的圆孔给填掉，也是把桩剪掉，插进去之后用胶水或者 UV 胶补全，待硬化之后打磨平整。我这里用的是 UV 胶，主要是图它硬的比较快。6分胶干透了，换好新的刀片，把胶板多余的部分先切掉一部分，这样可以减少打磨的时间，也顺着原零件的边缘打磨平整。镂空这一部分的细节也要切开，边缘要打磨工整保证肩甲可以顺利抬起，不影响展示。接下来补上这4个角，同样是用滤盖粘合摁紧。给接下来的刻线画了几个草稿，最终确定按这一个来制作。我切好对应造型的胶板先粘好，再按草图进行刻线。斜面用宽刃推刀刮出来，为了不影响下面的平面，我贴了一个折盖带，继续增加一点细节，那大概的造型就出来了。2个小凹槽我直接用推刀铲出来了，这算是一个偷懒行为吧。最后增加一点落差刻线跟 C 面，肩部的改造就完成了。手臂这里大概计划了一下刻线的草图，接下来准备把斜线落差填掉。用遮盖带画好后，转移到 0.5mm 胶板上面进行切割，再用6分胶把胶板跟零件粘好，干透后就可以把落差跟边缘都打磨平整了。打磨平整后继续刻线，因为本来有2大块镂空，刻线这一块我就没有增加很多细节，或许多加一点 C 面还会更丰富一点。但是后来我觉得肩部的镂空还是多了，我也顺便把下面那个横槽也填了。最折磨的部分就是这个打印可动手了，也不是说多难就是单纯打磨支撑特别耗时间，而且有很大的概率会不小心丢件。我有一个零件掉地上了，找了很久我才把它找回来，不过最终还是花了一整个晚上给它打磨完了。喷涂部分没有录，也就是很常规的遮盖平喷，这段时间湿度挺高的，喷出来的漆面也不是很漂亮。一些小点缀部分我用金属马克笔补个色，质感也不会很差。水贴仍然是 EVO 的 Monster 系列通用水贴，给一点小小的点缀足矣了。喷好保护漆后，整一个质感都得到了不少的提升，赶紧组起来看看。肩部喷口我这里还补了一个10克片增加细节。很快呢，2条手臂都组完了，看起来还是很板正的。肩部和胸部一样都是吸引视觉的部分，这里我用了一点红色点缀来补充原来填掉的部分，保持机体有一定体积感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点睛。那我觉得仅保留这2个镂空也已经足够了。上方用一个稍大一点的红色点缀在中间吸引目光，伴随着深浅对比镂空细节还有大量的落差，肩部已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
手臂其他一些不那么重点的部分呢，我都是用小水贴来点缀的，毕竟本身的结构已经很复杂了，水贴也就没有必要太抢风头。小臂正面有3个镂空，而且还有不同质感跟分色，同样也是用了一个红色的小水贴就完事了，主要还是希望更加在意到手臂饱满的一体感吧。肩胛正常上翻没有问题。可动手的拇指太大了，我感觉没有那么好看，最终还是用造型手比较好。装上手臂的时候，这个腰是真的不听话，脱了又脱。装好了，虽然改得有点糙，但是还是来展示一下细节吧。黑武士风格 PGU 终于做完了，配色表会在视频最后，谢谢大家喜欢。这一次主要给大家看看最终的外观，武器背包的制作过程我就一笔带过了。虽然喷了一点漆，但是组合度几乎不受影响。盾牌的磁铁连接还挺好用的，这个设计我要点个赞。这样一来就完全组好啦。眼睛和胸口透出的红光，真的会有一种反派的感觉。可惜我这里一体式骨架断了，用了大班的补件，没有武器还好，握枪的话呢就会有不举的情况。盾牌十字星用了亮光黑，其他都是自调的半光，也没有用大片的水贴。其实如果有黑色的水贴，说不定我会用来试试哦。最后来看一下展示，拍摄的图片会做成图集、笔记和动态，后面再发出。色表也会在图集动态里面一起发出。用到的颜色不多，重点是半光需要自己调和一下，有一点光泽的质感呢，会比全消光的反光变化多一点点，也不会和光亮面对比落差太大。最后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我们下个新坑再见。